你在笑什么？许多人都会认错你跟我师父，但是我一次也没有认错过。除了初次见你在东海的时候，我愣了一下神。你跟师父还是很不相同的。是吗？嗯。师父的眼睛呢，不像你这般漆黑，不像你这样骨水无波的。你说你在神仙里面也算年轻的，怎么这样老成，显得比东华帝君还要老成？你再看一会儿也无妨，看累了就躺在我怀中睡一会儿。天都亮了。那你要起来还是再睡呢？有点口渴了，命人煮茶吧。好。从今日起，你派人时时留意东皇钟，如有异动，立刻来报。君上的意思是，那擎苍要出来了？这件事你不需要清楚，你只要记住我的话，只要东皇钟有异动，不要惊动任何人，立刻来找本君。是。娘亲，你看得太快了。你一个小孩子家看那么仔细做什么？等我看完了讲给你听啊。嗯。娘娘，都起来吧。孙儿见过阿奶。快起来吧。是。臣妾见过君上，见过上神。白浅上神，乐须娘娘。按礼数，我应该给上神行礼请安。但鉴于你跟小儿的婚事，你我行礼请安的事，就两两相抵了吧。还是随了夜华这处的辈分吧。白浅见过乐须娘娘。那我就受了这未来儿媳的礼了。君上，夜华，你看你总忙于政务，茶都没来得及喝就凉了。母妃让人再去沏一杯新的给你，好不好？何必如此麻烦？此茶的温度正合儿臣的胃口。哎，那茶不能喝。这茶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我只是担心你喝了凉茶，身体会不舒服。你毕竟才刚大病初愈，万一喝了凉茶，身体又病了怎么办？母妃不必忧心，此茶正是浅浅为我准备的，里面添加了不少折颜上神给他的养生补气丹药，正是用来调理身子的。他怎么知道我偷偷放了调理的丹药？原来如此，上神有心了。娘娘无需客气，毕竟
夜华也是我未来的夫君，我也希望他尽早调理好身体。话说到这儿，让本宫想起来你二人的婚事。上神已经先后来九重天2趟了，如今也没有要走的意思。要不然，把婚事提到日程上来吧，把这桩喜事提前办了。一来合乎天族的传统，二来也算了了天君和夜华夫君的心事。上神意下如何？虽然我是青丘的女君，但是我毕竟上面还有父母在，婚事也要先问过他们。好，这样我跟天君先说一下，提前准备着。毕竟天族和青丘的婚事是大事，马虎不得。阿奶，阿弟喜欢你。哦，那你的意思是平时就不喜欢我喽？平日也喜欢，但今日最是喜欢。阿弟就盼着夫君和娘亲能早日成婚，这样一来，阿弟就能光明正大去找娘亲了。哦，那要是不成亲的话，你就找不到娘亲了。若不成亲，娘亲她总是要顾及天族规矩，偷偷来寻夫君。你看这次就又是深夜偷偷来夫君的寝殿。若每次都这样，阿弟找起来实在不方便。夜华，怎么总是不讲话呀？正如母妃所言，此乃天族和青丘的大事，须得由天君和胡帝商谈，急不得。你心里有数便是最好。本宫就不耽搁太子殿下处理公务了，先走了。送儿恭送阿奶。去看书吧。你怎么知道我在你的茶里面下了调养的丹药啊？连我母妃都晓得这茶有蹊跷，我若不清楚，岂不显得昏庸无能？哎呀，原来乐须娘娘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啊！我说她怎么来的这么匆忙？你们天族规矩真多，心思真多。怎么如此看我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这一趟东海瀛洲去得值。如今你与我说话，都活泼了不少。我年少时就是这个性子，只因现在活了14万年，四海八荒称我一句姑姑，自然不敢言语太过轻浮。哎，我们的婚事你是怎么准备的？这是大事，必须从长计议。这几日东华帝君刚回来，有许多事要跟天君商议。待过几日，天君空闲下来，我亲自去与他奏请完婚。要等这闷葫芦，不知又要等到何时。我先去和几个哥哥招呼一声，让他们在阿爹阿娘跟前说说，免得日后闷葫芦去了被刁难。你已经打定主意完婚了，那我们商议一下，这聘礼，还有迎亲的礼仪，这可是大事啊。是。夫君莫要高兴得太早，夜华还需下凡间历个劫。为何要历个劫？东海瀛洲的4大凶兽，继承了父神半生的法力，可夜华却砍了他们，这就是对父神的大不敬。儿臣这2天查了查天规，夜华理应下凡历劫。旁人都不计较了，你也就不要再计较儿子犯下的小错了。天族有天族的规矩，犯了错理应受罚。正在说着高兴的事，你这也太扫兴了。夜华，你父君说的对，毁了父神的东西，是要去历劫的。孙儿明白。不
果你毁了神之草，这功过相抵，本君就罚你下凡，但不去历劫，让司命在你的运部上留个空白，因缘际会，这都是上天说了算。你以为如何？孙儿遵旨。不过是历劫，最多2个月就回来了。依照夜华和青丘白浅的身份，怕是夜华返回天宫了。你们的聘礼啊，还没准备好呢。父君说的是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姑姑，你真的要嫁给太子殿下呀？反正迟早要嫁的，早一些又何妨？没，我只是惊讶于你和夜华这天雷地火的情谊。你要嫁就嫁，四哥可不敢说什么。青丘和天族联姻这种大事，不能只是我们青丘一厢情愿。这件事情就是夜华的母妃先提起来，我才回来说的。哦，原来是乐须娘娘。不过，二哥，你看你，这亲事都定了，不就是成个婚吗？你怎么疑虑如此多呀？那墨渊呢？师傅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这件事情确实要告诉师傅的。但这件事本是天君跟阿爹定的，师傅应该不会说什么吧？更何况，他应该还不知道我是女儿身呢。天真呐，太天真了！你以为墨渊上神识不破折颜的法术？他们可是兄弟呀！我还一直以为，你心中的人是墨渊。二哥，这玩笑可开不得。师傅与我有渡劫的救命之恩，有传道授业的师徒之情。他对于我来说，可是像阿爹一样亲的。哪怕有一日让我带师傅去受死，我也不会说什么的。但我心中的人只有夜华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好，既然你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那二哥也就不拦着你了。只是这亲事已经定了这么久，你忽然如此急做什么？还不是因为夜华他带我去瀛州，用自己的修为去炼了那些丹药，救了我的师傅。如今他已经没剩下多少修为了。我是担心他万一要继任天君，受不了那9道天雷、81道荒火的大业。他继天君之位和你们成婚有什么关系？自古以来都是继任天君和天后一起承受这个业的。如果我能跟他成婚的话，就可以跟他一起来受这个业了。这还不是夫妻呢，就夫妻情深了。小五真不愧是我们青丘的人，忠贞，太忠贞了。好，那明日二哥就修书一封，着人给阿爹阿娘送去。谢二哥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你去哪儿啊？此处才是你青丘狐狸洞。团子还小，夜华又要整日忙于公务，我得回去照顾他。那二哥和四哥呢？你就不理了？你别理他，你先去吧。是二哥，我先走了。你瞧我们这后娘当的可真是地道，只可惜啊，夜华宫中还有一个实打实的天君赐的侧妃，她和小五终究做不到红烛双影一双人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件事情，哦，什么事？我就要嫁去天宫，我身上这5皇之一的地位就要传下去，端没有既要做天妃，又要做女帝的道理。道理虽然是对的，只是爹娘只生了我们5个，这青丘5皇5帝断然没有一人身兼2个地位的道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5个中也只有二哥你生了凤九这个女儿，不如传给他。我？好，好主意。不过，二哥是青丘5皇之帝，若凤九真的成了你的地位，这辈分是不是有点乱啊？你先回去吧，这桩事待我与爹娘和大哥商议后，
再商量。好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姑姑，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啊？你爹又打你了？没往死里打我，到底什么事啊？具体的呢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只不过三殿下的那位红颜知己托我给你带句话，让你去九重天找他一趟。程昱元君，就是他。程昱元君做事一向很谨慎的，如果不是因为有什么重要事情的话，他不会特意托姑姑来找我的。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。不过我看他的神情，好像还挺严肃的。我不同你说了，我要赶着回天上，同团子一起用晚膳呢。你要偷偷上天的话，就找四哥帮你吧。凤九恭送姑姑。上神，君上可在里面？君上不知上神何时回来，让我留在此处，待上神回来之后，将上神带到君上那去。搞得这么神秘。上神请。上神有什么吩咐吗？没什么。这莲池，我以前也来过，为何今夜雾如此大？这是君上特意安排的。上神，请。臣等拜见姑姑。芊芊，来，过来。芊芊，这些都是天族各位神仙。白浅见过各位。你怎么摆着天族太子的阵势来迎我？你可是九重天的太子妃，当然必须如此。没想到你这个人，有时候……什么？还挺讨人喜欢。只是讨人喜欢吗？阿离拜见夫君娘亲。快来。娘亲怎么又偷偷跑来这里了？阿离以为要好些日子见不到你。娘亲去青丘找你的几个舅舅了，让他们安排安排，让娘亲尽早嫁给你夫君。真的太好了！月华，今日我回青丘见到几位哥哥了，二哥已经答应我去跟爹娘说，如果没有大差错的话，
9月初2那天，我们就成亲了。芊芊，9月初2怕是不行了。为何？我得下凡去历个劫。好端端的，为何要去历劫？此次下凡，和东海瀛洲那4头凶兽脱不了关系。虽然我毁了神之草是一件大功德，但是杀了那4头凶兽，这是一件大罪过。毕竟他们体内有父神一般的神力。如此功过相抵，还余下不少罪过，我便得接受惩罚，下凡去历劫。竟然是因为那4头凶兽。当初他们伤了阿爹的时候，我就十分不待见他们。看起来，他们真是与我命中相克。所以，你这一去要多久呢？在凡间历60年的生死劫，算起来，也不过与你分开2个月罢了。要2个月啊！你8月初下凡历劫，2个月的话，我们就将婚期挪到10月份吧。10月的话，小阳春也是好时候。只是，虽然对我来说是2个月，对你来说可是漫长的一生。司命给你写的契约你可看了？他不会给你写一个3角4角的多角情吧？此次并非司命写的故事，而是按照天君的意思，在我运部上留白。姻缘如何，端看个人的造化了。留白？也就是说，没人知道你将历经什么？不错。那我要嘱咐你几句。你说。就算你这次下凡，会忘了身为9重天太子的身份，忘记了洗污宫里还有一个没过门的正妃，你也万不能娶别的女子。其他的我倒不怕，我就怕你这次下凡历劫惹一些不相干的桃花来。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一向爱恨分明，眼里容不得沙子。那若是我在凡间真的惹了桃花，你便如何？若真有那个时候，我便将你抢回青丘，锁在狐狸洞中，让你日日只能看见我一个人，让你用膳的时候看着我，看书的时候看着我，作画的时候也看着我。若真是如此，我倒想你现在就把我抢回去。那我们就说定了，待你历劫回来，就来青丘寻我。到时候我们就不走那些婚嫁礼俗了，就随了青丘的规矩，将你锁回狐狸洞。好，芊芊，我们睡吧。去吧，我去见过天君之后就下凡了。为何不让我送你去凡间？不过就2个月，若然知道青丘的白浅上神亲自去送，不怕旁人笑话你。你们天族的规矩真是麻烦。对了，有一个东西要拿给你，这个你拿着吧。御魂。你可知离境为何把这个给迷谷？应该是因为在东海瀛洲的时候，我救了他和他妹妹。既然你救了他们，这个你收着也无不妥。你不感到奇怪，为何我收得如此痛快吗？你应该是怕离境借着这个来寻我吧？那我先走了。去吧。二师兄，你听钟声又响了，是师傅。
是师傅！师傅回来了！师傅回来了！师傅回来好了！这他，师傅回来了！师傅，是啊，师傅太久了。对。是昆仑虚。帝君，你可认得这钟声？正如天君所想，这钟声来自昆仑虚，墨渊的回来了。小五，大约今日，你便能一偿多年的夙愿了。四哥，你是不是也听到钟声了？何止是钟声？我跟你四哥刚从西海赶过来，昨晚被蝶雍折腾了一夜，所以我就用追魂术查看了一番，发现墨渊已经不在蝶雍的元神中，所以特地赶回来炎华洞看。啊，墨渊睡了这么久，终于在今天挑了个好日子。师父，师父他要醒过来了。太子殿下，按照规矩，我送你下凡前，你是定要喝下这碗忘川水的。那我们便说好了，待你历劫回来，便去青丘寻我。我们也不走什么婚嫁礼俗了，就随了青丘的规矩，将你锁回狐狸洞。芊芊，你要等我回来。哎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我想让自己变回男儿身，毕竟以前师父见我都是司音的模样，应该认不得我现在的样子。凭墨渊的修为，早看出你是女娇娥，没有揭穿你是看在你爹你娘的面子上。你真以为你可以糊弄他2万年啊？之前四哥也是这样跟我说的，可我总觉得师父还是见惯我司音的模样。你就别再自欺欺人了，去吧。别怕，快去看看你师父。7万年了，4海之内，6河之间，我看着青丘大泽旱了779回。7万年是我白浅人生的一半，我用1半的人生做了这唯一一件事，就是等着师父醒过来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昆仑虚墨渊战神座下17弟子，司音神君。师父不要走。
来让师父看看，你这些年有没有长进。师父，果然是我的小师姐。师父，你终于回来。没错，师父回来了。我的小师妻做这副打扮也是好看的。师父，你一点都没变。是吗？墨渊，经过了7万年，你终于醒了。7万年。是啊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。小五为了你，也在青丘藏了7万年了，只为守着你的仙身，等你回来。此处太阴寒，我们先出去吧。这7万年，想必你也吃了不少苦啊。当初元神被震成碎片，拼凑元神，花了不少时间。墨渊，你终于醒了。你以为这东皇钟上没有你的元神，还能压得住我吗？给我些时间，不会太久，我们就会相见。师父，哲言，我睡下的这7万年，可曾出现过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？是有这么一个人，你这小徒弟跟他还很熟呢。小师七，你认识？怎么？只有到了墨渊这里，你才知道什么叫怕。别不好意思，说吧。师父说的这个人，大约就是徒儿的未婚夫，天族太子。未婚夫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何时出生的？
他叫夜华。大约7万年前，我将师父带离昆仑虚的时候，小17，为师的同胞亲弟弟，就真被你拐了。我怎么没听说过你还有个同胞亲弟弟呢？也难怪你们惊讶。这件事，就连我也是在父神仙逝时才晓得。一株金莲，父神。为父先要跟你讲一桩旧事。那年四季催，天地崩，你的母亲为了不成天的4根大柱子，大大的动了胎气。生产时本是双生子，可也只保住了大的，没能保住小的。那个大的就是你。我还有个弟弟。为父深感对不住你弟弟，就耗尽了半生的法力，做了仙胎，运用仙胎做了一株金莲。如今我即将身归混沌，便将你弟弟的仙胎托付于你。你要把它养护在昆仑虚的莲池中，盼望能有朝一日，他能降生于世间，你和他血脉相连。但愿能有机缘唤醒他，护他周全。莫怨，这也是为父唯一的心愿了。是。大约是我以元神升级东皇钟时，他终于醒了。我只知道，父神在仙逝后，你尽心地培养那池中的金莲，却从来没有怀疑过那金莲的来历。也难怪啊，在你魂飞魄散时，那金莲就哭了。没多久，天族的乐须娘娘就生下了太子夜华。怪不得那小子出生的时候，72只五彩鸟绕梁81日，东方的烟霞晃了3年，竟然是墨渊上神的胞弟。想来倒也是，也只有墨渊上神的胞弟，父神之子，才会有如此天地同贺的境况。那9重天上的史籍明明白白地记载着，父神就只有墨渊上神一个儿子。看来这些史籍是完全不能相信的。相信这些史籍，还不如去看司命写的那些画本子。众人都说夜华生得像师傅，就连我初次见他也险些认错，却没人能想到夜华和我师傅竟有这样一层关系。17，我想见见我那胞弟，他现在可好？师傅，你现在刚刚醒过来，想要恢复到以前的样子，还需要闭关一段时日。夜华，他如今也在凡间，我也寻不到他，不如等师傅你调养好了，我将他带来你面前。也好，那我闭关昆仑虚，静待他归来。你的师兄们可好？7万年前，师傅您仙逝以后，师兄们找了我们将近几千年，后来便被家里人一一带走，履行各自的使命去了。
如今昆仑虚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了。况且，我也不想让师父看到昆仑虚如今的样子。无妨，我们即刻动身回昆仑虚。弟子遵命。是不是想起少年时我带你上山的情景？怎么我在昆仑虚学艺这2万年，昆仑虚一向低调，这不过才过了7万年，竟变得如此高调了？他们这是仰慕昆仑虚的风采，一听说墨渊上神回来了，特地过来膜拜膜拜。这昆仑山本来就是龙骨顶出的仙山。或许他察觉到墨渊要回来了，振奋的以龙气相迎罢了，所以吸引了这些小神仙。为了不打扰这半座山的小神仙们看热闹，我们还是稍作隐蔽吧。好。墨渊上神，方才领头的是墨渊上神。恭迎墨渊上神重回昆仑虚。弟子恭迎师父。为师让你们久等了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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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。紫兰前些日子传来消息，到昆仑虚龙气大盛，终生长鸣。虽不知是何征兆，我们师兄弟连夜赶回来。虽然我们不知道师父何时会回来，但我们心里都明白，师父要重回昆仑虚。后来，我在东海得知师父借我大哥的仙体养护元神，虽服丹药，本想怎么也要3个月。今日在大殿内觉察到您在山门外徘徊的仙气，我们便匆匆赶来，却终是没能够赶上在山门外迎接您。师父，您走了7万年，终于回来了。都起来吧。起来吧。师父，紫兰有事禀告。自从师父走了以后，不晓得因何17夜不见了。这些年我们不停歇地寻，却毫无音讯。恐怕小师弟是凶多吉少。我没有凶多吉少。诸位师兄，我就是司音。司音，这师父，师父，17。师父，当年是我给诸位师兄下了药。什么？连夜带着师父的仙体赶
赶下了昆仑虚。这些小石期本不该瞒着师父，但刚才16师兄没有提及此事，想必也是为了保全我。17，石师兄说过，司音为了躲我们隐姓埋名，这些年我们师兄弟们寻遍四海，找遍八荒，到处找你都找寻不到。师兄们都知道你在躲我们，却没曾想到，你竟然为了躲我们，穿上女装，扮成个女神仙。紫兰师兄，你真的觉得我这张脸是男扮女装吗？你从不与我们共浴，既然竟是这个道理，你竟然是个女孩家。不错不错，就是个女娇娥。我还怕你不敢坦诚，方才见你一身女装过来了，我就晓得了。只是不敢替你说穿呐。啊！原来大师兄你早就晓得，居然还躲在一旁看戏。不敢看戏，不敢。如今17可是青丘的白浅上神，四海八荒之内都要尊称一声姑姑。论阶品呢，我还得先行礼问安。所以啊，16，我怎敢妄自给17下定论呢？他不开口，我怎敢先说？师父在此，我就永远都是昆仑虚的司音，诸位师兄的小17。来，17啊，这么多年，我完全都没看出来你是女儿身啊！真是没想到。是啊，我可想死你们了。我本来以为师父要3个月才能醒过来，没想到这么短的10日就醒过来了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倒也不枉夜华这小子攒了他一身修为，才能让墨渊这么快醒过来。这夜华真是个实实在在的情种啊。不过小五，你这时运也太不济了，刚还清墨渊的，这又欠下夜华的。墨渊你还得清他7万年的心头血，这夜华4万年的修为，你可怎么还啊？我是觉得，我跟夜华终归是要做夫妻的，这夫妻间本就该相知相爱，谁欠谁的不必分得那么清楚。四哥觉得呢？我先回房间了。我这趟来带了桃花醉，可否尝尝？好。怎么这么痛快？昔日你可是不轻言碰酒的。我有许多话要问你，不就着酒来说，岂不寂寞？当年17为何带着我的仙体回了青丘？就晓得你要问这个，墨渊，你可要想清楚，是否真的要问？我看你醒来之后，这一颗心一直飘着。若是听我说完之后，我怕你更拿不准你跟白浅到底是师徒之情还是儿女之情。
你说吧，我想听。你那时魂飞魄散后，17就抱着你的尸体坐在弱水河畔，谁都不能靠近，疯了一般，一定要异族给你陪葬。17，睡了吗？已经睡了。睡了你还说话？我进来了啊。昆仑虚久未有这么多人，客房满了，我的房间也被几个师兄占了。今夜啊，就在你这儿凑合凑合，等明日再收拾新客房。17，这7万年啊，为了师父，辛苦你了。昔日我的16师兄，但凡和我说话，一定会挑我的刺。我说东，他一定说西；我说好，他一定说不好。今日你说出这样的话，你还是我的16师兄吗？你是紫兰吗？你呀，活该这么多年嫁不出去。果然是紫兰，也活该你这么多年娶不到妻。对了，紫兰师兄，你猜我方才在想什么？在想什么？我方才在想，虽然活到了这个年纪，也经历了种种憾事，但是刚刚躺在昆仑虚这张小小的床上，我就觉得昔日的那些憾事也不算遗憾了。是啊，活了这么久，有些事说看开，也就看开了。你可还记得胭脂？那个异界的小公主。弱水一战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见过她。我记得这个女孩子善恶分明，挺讨人喜欢的。是啊，特别讨人喜欢。紫兰师兄见过她？这些年在山下寻你的时候，曾有机缘见过几次。听师兄的语气，大概是动情了。来聊聊。时候不早了，早些睡吧。一说到正经的就睡了，不聊了。真想和夜华也像这样聊一聊，不过他此时应该听不懂我说的这些话。这个时辰，他大约正满周岁了吧？他满周岁时是个什么模样，也不晓得和团子长得像不像。就在这里，就为了替你取心头血。取了之后，用完，小心翼翼地一口一口喂给你喝。若说他这么做是为了救活你，也就算了。可他根本不知道你是否真的会回来，只是为了要帮你保住你的仙身，用他青丘九尾狐一族的血，为你保住那个早已经没有元神的仙身。师父劳累多时，17给您添了新茶。都已经10日了，怎么来访的客人还这么多？
师傅回来这么大的事，不知道怎么就传开了。天上飞的，地上爬的，但凡有点灵根的，都知道远古掌乐司战的上神回来了。哎，传闻是这么说的：师傅头戴紫金冠，身披玄木甲，脚蹬皂角靴，手握轩辕剑，怀里还揣了个娇滴滴的小娘子，于8月16未时3刻，威风凛凛地落在了昆仑虚山头。师傅落在昆仑虚山头的时候，沿着昆仑虚长长的一条山脉，全都震了3震，鸟兽们皆仰天长鸣，就连水里的龙鱼都浮出来，惊喜落泪呀！哼，这传闻编的太不靠谱了。倒也不是很不靠谱。紫金冠、玄木甲、皂角靴并轩辕剑，正是墨渊出征的一贯装束。7万年来，一直供在昆仑虚正厅中供领做弟子的瞻仰。那娇滴滴的小娘子，指的大约是你吧？小娘子还勉强说得过去，这娇滴滴也太离谱了吧！哎，十七，以你如今这年岁，不要说婆家了，怕是孩子也已有好几个了吧？什么时候让师兄们见见你的夫君啊？以你的容貌品性，也不知嫁了个怎么样的夫君啊！好说好说，下个月我大婚，请你们吃酒啊！师公，又有客人来朝拜。告辞。哎，他这几日也见了不少客，也该歇歇了。师傅就这么走了？等一下还有人来朝拜，怎么办啊？哎，都送到前厅去喝茶了，喝完了送走就行了。哎呀，这茶叶还够不够？够的。师傅看起来怪怪的。我之前经常和你四哥聊到你的婚事，深觉得你天生就是少根筋的人。这神仙是做得不错，于风月之事，你却是个外行。这话四哥也跟我说过，一字不差。你还真是少根筋。嗯，少根筋呐。这里倒还挺干净的。自然是干净的。这昆仑虚虽然空了几万年，可这炼丹炉从来没闲过。为何？哦，你未婚夫婿没有告诉你吗？夜华，从未提起过。那天晚上，太子殿下浑身是血，还丢了一条胳膊，着实是把我吓得不轻。我以为他受了伤来昆仑虚求助，没想到他竟是来炼丹的。你说他是为了谁炼丹啊？为什么非要来昆仑虚？九重天上的炼丹炉他干嘛不用啊？他之所以离开九重天，应该就是不让人知道他在炼丹。他炼的丹药是为了我。啊，原来是为了你呀！太子殿下对你真的太好了。行了，你先忙吧，我去给你们准备晚膳了。好。这一切，他都是在为我受。不管是神之草，还是一身修为，这都是我青丘白浅欠墨渊的师徒情分。